那中国政府那边应该是有一定的预案，但是呢，他可能没有预计到会这么快，双方都没有预计到，对，美国也没预计到中国会这么快，中国做完了以后也没想到美国会反应的这么强硬和这么快，所以呢，双方都觉得对速度的把握不是那么准。那中国在各方面肯定是做了准备的，我们对中共的了解，他不可能不准备，对，他做各个系统的各方面的准备，甚至他在这之前，在几年前他已经想到香港可能会成为他认为的颠覆基地，他已经在这个中联办的副主任一个牛什么已经派去，实际上是做那个电视监控系统的，对，那个是在中国做电视监控系统的老大派过去，所以呢，他的决心是肯定的，是要把香港我就是要控制的很死，但是准备是准备，但是我觉得时间表不是那么的清楚，时间表是可变的。你比如说这次很多的媒体的报道说，中共人大通过了港版国安法，实际上这个表述是不对的。对，其实是通过了一个决议案，没错，被立法。被立法的这个过程是他给他自己有很多弹性的反应过程，他准备好了，但是什么时候打，怎么打，这个他还是有很多的余地的。对，那所以呢，我觉得没有那么清晰的一个时间表。因为还有一些其他因素，是什么因素呢？因为他把香港的自由空间给打死，有一部分人是不高兴的，是香港的精英阶层以及共产党的权贵阶层，没错，有部分人是不高兴的。就像当年他把上海从一个东方之珠金融中心给你弄成一个完全是共产党的一个治下的一个完全没有自由的一个城市，在50年代。那个时候要花很多的时间去解决它上层的问题的，他也是花了很多时间。一开始要欺骗，到最后赎买、公私合营，一步步的来，对吧？在香港呢，同样的。那在去年的反送中的这个刚开始的时候，我接受记者采访，我就说了，北京呢，它一方面它很精细的去计算。但另一方面，他有一些观念是改不掉的。这种观念改不掉，就会让他去做那种非常蛮横的，最后可能证明历史上是极端错误的事情。你比如说，他说他的历史经验就是什么呢？上海这个东方明珠，我们可以粉碎了重建，对吧？你看现在上海依然是大上海，在我手里，我已经给它捏碎了，又建一遍了，怎么样？共产党就这么牛啊！好，64。大家都说64一屠杀就会怎么样，中国的经济怎么样？64中国的经济是受到影响了，但是我30年我让中国变成这个样，我牛不牛？因此他很自信，对，他认为香港我给你碎了，我给你呢弄坏了，我也可以给你重建，他有这种蛮横的自信在后边。对，没错，这种自信不是说他狂妄，这种自信是他的真实自信，他认为我可以，对不对？但是呢，往往在一些具体步骤上，它又非常的灵活和理性和计算，它又会做得非常精细。最终我认为他会犯很大的历史错误。他认为他每次他可以打碎一个上海，重建一个上海，用半个世纪打碎一个中国大陆的北京，再用30年再建出这个中国的这种繁荣。这次我觉着世界恐怕不会给他这个机会，所以他可能在以前的经验里，他认为可以走下去，实际上可能走不下去。这就是说他的蛮横，这个整体上的最终的非理性，虽然他在每一次步骤上的他做得很精细，也不能救了他命运的根本上的那种错误。对。这是我的评估。对，建立刚刚讲这个很有意思。中国共产党70年的历史其实分成了前面一半和后面一半。前面一半就是把所有东西都打碎了，后面一半呢再慢慢重新建。但是我想说的是，前面一半是用的共产党的思维做的，后面一半实际上是一个妥协我们说简单一点，说直接一点，就是在美国人认可和帮助和美国的默契之下重建的。也就是说，后来的这个上海如果没有后来的改革开放，进入全世界，加入世贸，跟美国人有这么大的贸易顺差，这是不可能的。
对不对？包括后来中国经济的整个的这个增长，它也是跟它这个开放和在美国主导的这个世界格局下面，去投身进去吧，完全是在这样一个包容之下，它才能做得到。其实，别的国家我们也看到过这个情况，不管是古巴也好，委内瑞拉也好，包括很多国家情况都是这样。2次世界大战以后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只要你跟美国搞好关系，基本上你这个国家呢可以日子慢慢过好一点。但是如果你跟他敌对呢，你这个日子就会很比较难受啊，甚至强大到像苏联这样。都是不行。那现在中国共产党他不信这个邪，他就要跟你干一次。现在实际上我觉得呢，有点像文革当中那批红卫兵，是不是？这个绝对不怕，一定要斗争到底，这种一定要做下去。但是，对，同时也像建立刚刚讲的，共产党他有他的具体的策略手段方面的精明。他会，因为他有这么多年的斗争经验，他有这个对人性这个恶的方面，他有非常多的理解，他非常会利用利用别人的弱点，什么分化瓦解了，各个击破了啊，要等待时机了。毛泽东说的这个叫什么？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啊，战术上要重视敌人。他在每一个具体的工作的时候，他们会做得非常非常非常精细的。这个我经常要提醒一些我们香港的市民也好，还有一些这个搞民主运动的朋友也好，中国共产党在做具体操作的时候，实际上它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所以这一点一定要非常重视，大家一定要非常重视。